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关键，甚至可以说让人感到不安的数据，那就是美股散户的狂热程度已经来到了一个历史性的临界点。高盛研究团队在最新发布的2026年美股观点报告中揭露了一个惊人的真相。值得注意的是，散户的融资水位已经高达 52%， 这不仅刷新了历史记录，甚至比1998年网络泡沫前夕还要高出6个百分点。华瑞认为，这代表市场的杠杆风险正处于一个极度绷紧的状态，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高盛研究团队在报告中指出，随着近期美股市场的强劲反弹，散户的交易活动也随之转向活跃。高盛交易部门的估算显示，自2026年4月中旬以来，散户的交易量在短时间内增长了 28%。与此同时，一个代表散户最爱股票的篮子，代号为 JSXURFAB 的组合，在同一时期也大涨了 29%。高盛团队分析认为，这与近期美国监管政策的改变密切相关。新的规则取代了原本严格的典型日内交易者限制，显著降低了保证金要求，这进一步推升了散户的进场意愿。让我们来看看这股力量到底有多大。高盛研究团队测算显示，目前散户在自我决策的经济账户中持有高达12兆美元的股票资产，这占了美国企业股票总市值的 10%。 如果算上透过退休金账户或共同基金间接持有的部分，美国家庭其实拥有美股市场总市值中的绝大部分。高盛团队进一步分析发现，散户最近的交易量占了美股总交易量的 20%， 虽然略低于2021年的 24%， 但远高于10年前的 15%。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订单有超过 87% 是由专门的批发商执行，这意味着一般法人投资者其实只能接触到散户交易的一小部分。华瑞认为，散户资金的结构性影响力正在增强，特别是在市场下跌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强的抄底韧性。高盛报告中观察到，在2020年、2022年以及2025年的市场回调中，散户对于追踪指数的 ETF 交易量都有明显的上升趋势，特别是在个股大幅下跌时，散户进场的意愿会变得更强。除此之外，散户也非常善于利用杠杆来放大投资回报。高盛研究团队指出，散户在选择经纪商时，往往会搭配融资或杠杆型 ETF。 在部分特定经纪商中，散户的融资债务占客户资产比重已经来到 1.8%， 回到了2021年的历史高点。说到融资数据，这可能是最令人警惕的部分。根据美国金融业监管局 FINRA 的资料，全美融资债务总额已达 1.3 兆美元，占客户总余额的 52%， 这是史上最高纪录，远超1998年的高点。华瑞认为，这种极高的债务比例反映出市场参与者对未来涨幅有一种近乎疯狂的预期。但在这种狂热背后，散户到底在买什么？高盛团队发现，散户的资金最近明显偏向于小市值、高波动以及高估值的标的。此外，散户也偏好交易放空比例较高的股票。数据显示，2025年散户交易高放空股的比例甚至比2021年还要高。华瑞认为，这种博弈型的操作风格虽然短期内能带来收益，但也隐藏了巨大的基本面风险。高盛研究团队进一步透过跨断面回归分析发现，即便在控制了营收增长与获利能力等因素后，散户参与度较高的股票依然带有显著更高的估值溢价。这意味着散户的偏好正在扭曲股票的定价逻辑。高盛报告特别指出，散户参与度高的股票在财报表现不如预期后，其表现通常会比其他股票更加惨烈。这显示散户的参与可能会改变股价反映基本面资讯的方式，让市场变得更加敏感。让我们具体看看高盛列出的散户最爱25档热门股名单。排在前面的包括美国航空 AAL、 金融科技公司 New Holdings 以及 SoFi， 而特斯拉 TSLA 依然是散户高度参与的对象。在名单中，英特尔 INTC、 超微 AMD 以及辉达 NVDA 等半导体巨头同样榜上有名。高盛团队点出，像是由比特币驱动的微策 MicroStrategy 以及通信服务商 AST SpaceMobile， 这些标的的散户交易占比非常高，部分个股甚至占总成交量的 27% 以上。华瑞认为，这份清单上的许多公司目前正面临营收增长高，但估值也极度膨胀的情况。例如航太科技公司 Rocket Lab， 其2027年的营收预期虽然强劲，但目前的市值营收比也非常惊人。高盛研究团队提醒，虽然散户资产规模巨大，但财富分布其实非常不均。
前10%的家庭拥有了87%的股权资产。有趣的是，高盛数据显示，财富后50%的家庭在调整持股结构时的波动度反而是最高的，平均每季度的资金流动量占其资产的 3.3%， 几乎是富裕阶层的3倍。华瑞认为，这正是造成市场短期波动频繁加剧的主因之一，特别是在杠杆 ETF 领域。高盛指出，杠杆型美股 ETF 的资产管理规模在过去10年中从160亿美元飙升到1400亿美元，目前的市场保险规模高达3700亿美元。尽管杠杆 ETF 在整个美股市场中占比不到 1%， 但其带来的交易惯性不容小觑。散户在3倍杠杆 ETF 上的交易占比通常是无杠杆产品的2倍以上，这再次印证了散户对高回报与高波动的执着。高盛研究报告最后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散户订单的 84% 会被批发商在自己的库存中直接冲销，这种做法称为内部化。这导致法人投资者在交易所往往很难观察到散户的真实动向，只有在市场波动急剧放大的时候，这些隐藏的零售订单才会涌入交易所，进而进一步推升波动。风险披露的部分，高盛团队强调报告观点仅为单一考量因素，不应作为唯一的投资决策依据。散户参与度高的标的在多头市场表现领先，但一旦财报失利，其跌幅也会远超大盘。华瑞认为，总结以上高盛的研究数据，我们正处于一个散户资金高度饱和且杠杆利用率达到极限的时代。12兆美元的规模搭配 52% 的融资比例，意味着目前的市场高度依赖持续的上涨情绪来维持稳定。一旦资金成本进一步上升或科技股增长放缓，高港眼支撑的繁荣可能会面临剧烈的重估压力。华瑞认为，面对这25档高波动热门股，投资者不应盲目追随散户狂热，而应更专注于基本面与财报表现的联动性。在高融资水位下，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已经远高于寻找下一个翻倍的机会。投资者在配置美股时，应适度降低杠杆比重，并密切观察散户常用经纪商的保证金变化，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剧烈波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